完了完了，这个月散财指标还差300贯。崇明神君说了，差1贯扣100功德，我这要倒欠3万啊！那你别干了呗，反正干不完也是扣，干完了也是扣，有什么区别呢？啥玩意儿别干了？不干了我吃什么？不是什么住什么？这仙家发的，不干活立马被扒光丢凡间，你信吗？你现在有饭吃吗？有，那不就得了？散财快慢，凡人拿到钱都是花掉，你急什么？可是不努力会被同僚看不起的。我隔壁那个扫地都比我功德高了。你看得起那天天熬夜修炼，结果走火入魔的同僚吗？他们现在还在药池里泡着。他们走火入魔那天，我还去送过药，我熬了3天3夜的药啊。那不结了。你瞧不上他们的活法，却还在过他们的日子，你到底图什么？我考了8次科举，最后累死了。到了天上发现，嘿，还是这套。你累死？那你来天界岂不是刚从火坑出来又跳进粪坑？这个比喻好，我喜欢。所以我不跑了，你爱卷卷，我先躺了，躺平不丢人。那个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能再跟我说一遍吗？我想记下来。哦，哟，我还以为你得回去琢磨3天3夜呢。看来你骨子里就是个躺平的。你接着说，接着说。什么叫不主动、拒绝、不负责？这3个不字我太喜欢了。听好了，原则1不主动，活来了别抢；原则2不拒绝，但做不完别怪我。原则3呢？你别吊我胃口啊！原则3不负责，做完了是惊喜，做不完是天意，别跟天意过不去。我得赶紧拿笔记下来，贴在床头，每天念3遍，比修炼口诀管用多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念了，你该回去了，天都快亮了。记住了，回去别刻意躺平，刻意也是卷。青梧哥，我能问你个事儿吗？你来天界多久了？你一直这样，还是以前也卷过？卷过，卷到死。然后发现死了还要卷的时候，我就不想再卷了。走吧。昨晚那个小胖子，明天还会来的吧？看起来是悟了，但悟和做到之间，隔着8辈子呢。你好，请问这里是茶水间吗？我找那个，就是跟玄龟说别干活的那个人。玄龟让我来的。你手上缠着布条，指甲缝里全是线头，织女房的吧？你看看我这双手，织了300年云锦，300年没休过1天假。前天产量不达标，扣了我半年俸禄。300年的手，缝了多少匹云锦？你算过没有？织女方就你一个人在织吗？我一个人织的，他们都累倒了，就我还在撑。可上面只看数字不看人呢。先坐下喝口茶。你们茶水间的壶是刚从丹炉上端下来的吗？我舌头都要熟了。忘了，这壶我刚蓄的沸水。我们这茶水间不提供温茶，只有滚烫的和凉透的，你自己挑。我上次笑是什么时候我都记不得了，可能还是凡间做姑娘的时候吧。你看我这手，哪像个姑娘的手？你这手不丢人，丢人的是让你织了300年还把产量不够怪你的那个规矩。规矩不对那就得换，规矩不会自己换。你说的轻巧，我一个织布的能换什么规矩？我连崇明神君的面都见不着，他看我就像看一台织机。玄龟昨天晚上在这儿哭，现在活蹦乱跳的。你们织女房有多少人？实话说，别瞒。现在还能站着织的算上我7个，剩下的都累倒了，躺了3个月起不来身的就有5个。36个人只产出7个人的量，还扣你们俸禄，上头的脑子是不是让天雷劈过？你回去，跟6个还能站的姐妹说一声。你说，你让我带什么话给他们？要不要约个时间，让他们也来茶水间？不用来，你就说，明天开始，每人每天少织半匹。谁问起来就说手疼，手疼不是撒谎，你们的手确实疼。少织半匹，那我怎么跟上面交代？他们天天来查产量的，少了半匹一眼就看出来了。
查出来你就说手疼，查不出来，他们还能把你的手剁了不成？天界律法没有砍手这一条吧？你查一查。你居然知道天界律法？那律法不是专门用来罚我们的吗？还能用来护着我们？天界规制由天书记载，天书由文曲星编撰。他下凡人间时曾做过壮师，编撰典籍时留下了不少变通余地。那你快告诉我，律法里哪一条能护着我不被扣俸禄？我回去就背下来，以后天天挂嘴边念。你先把今天的茶喝完，回去告诉那6个姐妹，明天开始统一口径，手疼。我回头给你抄一条律法，保你够用。烫死我了！今天我偏要烫一回。你看，这才像个活神仙。你这3眠过得连凡人都不如，凡间的农妇还知道农闲的时候嗑瓜子呢。我走了，回去跟姐妹们说手疼，明天开始少织半匹。你记得给我抄律法，我明天还来拿。我这个茶水间怕是要变成茶馆了。也好，热闹。玄龟和织女房那边的人最近都来找你，你跟他们说了些什么？玄龟啊，他来找我借过一本凡间作物种植考，织女房的人来借过云锦图样。神君要查的话，我都有登记。借书，织女房的人来借云锦图样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早上织女房7个织女集体告病假？他们昨天都来过你这里。告病假就是手疼，织了300年的云锦，手上全是伤。今天手疼要请假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手疼？你是说他们7个约好了同一天手疼？你这个借书样的借口编也太敷衍了。神君这话说的，我们茶水间又没有上锁，谁爱来谁来。他们7个约好一起手疼，那是他们情同姐妹，这也不能怪我吧？你个小小的掌卷仙官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你在教他们对抗上面定下的规矩。我教什么了？我不过是告诉他们天界释律法里有关于工商修养的规定，他们自己之后觉得后，这也能算我头上吗？你跟他们提律法，一个管档案的9品小官，你拿天界律法来教织女房的人怎么告假？你最好清楚你在做什么。这天界的规矩不是我定的，但我是负责执行的人。你要是带头坏了规矩，我不管你认识什么律法，自有办法收拾你。律法这东西啊，是护着会用它的人，不是护着写它的人。崇明，你还没学会呢。我刚才在走廊看见崇明神君，脸黑得像锅底。他来找你麻烦了？你怎么还没被扣费禄？怎么着？你那我应该被扣，那我要是被扣了，你还不来找我借书了？你这立场不够坚定啊！那必须来啊！我也得跟着你倒。我刚才来的路上，他听个消息了，素荷姐她7个脸色铁青，你这茶水间要火了。对了，这是我按你说的记的笔记，你帮我看看，理解的对不对？你还真写下来了，字还挺工整，比文曲星那个老酒鬼的字强多了。第1条不主动，你理解成什么了呢？不主动就是活儿来了我不抢，但推给我不躲，接了就磨蹭着干，反正干不完是天意。你这总结比我原话还精辟。你上辈子是不是开宗立法的大宗师？这悟性混成散财童子真是屈才了。哎呀，我就是记性好。那你再看看第2条不拒绝，我写的对不对？我可把这条当座右铭了，每天念3遍。不拒绝，接了但别往心里去。你这个解释可以显在茶水间墙上当镇店之宝了。可是我今天白天还是没忍住接了隔壁司的急活，我怕我不接他会看不起我。我这算不算破功了？今天接了，明天不接，进3步退2步，总体再退就行。进3步退2步，总体再退，这个说法我从来没听过。青乌哥，你是什么人啊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记不记得你上一次安心睡个好觉是几百年前的事了。今天回去睡一觉再说。我把人带来了，你说不用来，但我们还是来了。这几位都想当面跟你说一声谢谢。等，我说了不用来，你们这是组团来参观茶水间吗？
这里坐不下这么多人，你们得拆成3波。没事儿没事儿，他们蹲墙角就行。大家就是想看看让崇明神君脸黑的人长什么样，看完就走的。看完了吧？看完了就回去。哎，别把茶水间搞成菜市场，回头崇明又该扣我俸禄了。仙官大人，我就想问一句，明天我手也疼的话，会不会被扣钱？我上个月已经被扣怕了。手疼看原因，知不知道伤筋动骨了，那叫工伤。工伤休养天界规制有条文说明，不会处工钱。你回去查阅典籍第3章。第3章，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可是仙官大人，那个官章那第3章我从来没见人提过，是真的有用吗？律法这东西，你不提它，它就废纸一张；你提它，它就护身符。听见没有？以后谁问起来就说工伤。青武，今日起你的茶水间被列为重点关注场所。任何非工作相关的聚众谈话都要登记，这是上面的公文。哦，知道了，公文放下就行，我回做归档。公档是工作内容，茶水间的日常事务不在归档范围内。你别跟我打文字游戏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你的茶水间从今天起不能再有织女房的人踏进来办报。神君这话说的，茶水间又不是我私人的。织女房的人要借档案要喝水，我能拿扫帚赶他们出去不成？你公文里敢这么写？你很会说话，那就别怪我把你的掌卷仙官权限收回来。没有档案是钥匙，你拿什么给别人借书？收钥匙？那正好，不用我干活了，我还省了走路的力气。不过你确定文曲星那边同意你收我的钥匙？我帮他整理档案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了。你拿文曲星压我？你一介9品小官跟文曲星有什么交情？你最好别撒谎，撒谎在天界是大罪。你看这个，文曲星3年前醉酒后批的公文，里面有2处错误，我帮他改过来。他当时就说了，这钥匙你拿着，谁收你钥匙你来找我。这是文曲星大人的笔记。你一个小小的掌卷仙官，怎么会帮他改公文？因为他喝了酒写错了字，我碰巧看到了就帮他改了。能算什么交情啊？钥匙你该收就收，我不拦你。公文给你了，自己想清楚。这话应该我对你说。追着一个9品小官不放，你这个考核资主也太闲了吧！啊，吓死我了！我远远看到崇明神君从这边出去，我绕了3圈才敢进来。他又来找你了？他来找我喝茶的，还送了一份垫桌角。你看这厚度，来垫的刚刚好。考核司的公文拿来垫桌角？低调低调，公文要用在刀刃上，桌角不平就是最大的刀刃。你把这话记住了，以后你也能拿公文垫桌角。你先别贫了，这是我这2天观察的成果。你看我散财记录，上周少干了3成，但指标反而超了。你这记录做的还真像回事。少干了3成活，指标超了，为什么？你分析没有？因为不着急了。以前着急乱撒钱，撒错地方又得补撒，现在不急了，反而准头好了。你说这不是你不主动不拒绝的效果吗？对，这就是关键。你之前急是因为怕，你不怕了反而做对了。躺平不是不做，是做对的事。这话你记住。那你现在听到了，你做对了。把纸收好，回去干活，比之前少急3分就行。织女房今晚没干活，我闲下来织的，送你的。你闲下来织的？你今晚没干活，然后织了一匹云锦送我，这到底是闲还是没闲啊？这匹云锦是谢喜那天让我做下的。300年的手艺还是不一样。你看这个针脚密的跟天书似的，你以后要是闲了多织2匹，不用赶工，慢慢织出来的东西才是好东西。慢慢织就行。你一句话把我300年的委屈全翻出来了。哎，素荷姐，你果然在这儿。我们俩烤了凡间的那种芝麻饼，带来给青无仙官尝尝，算热着呢。先是云锦，后是烤饼，你们织女房是在给我凑嫁妆吗？我跟你们说清楚了，我不娶亲的。仙官大人想多了，这是感谢你让崇明君吃瘪的谢礼。他们俩今年刚上来没多久，凡间的性子还没磨掉。看，
我今天超额，上面不但没扣我，还多发了奖励。我的躺平试验成功了，从今天起，我是躺平学派首席大弟子。首席大弟子，你才躺了几天就想当首席？你先把这个月过完，下个月还能这样再说。躺平还是长跑，不是冲刺。长跑不是冲刺，我又记一条，反正不管长藏短跑，我现在比之前舒坦倍。就冲这个，你这茶水间我赖定了。那就赖着吧。这茶水间别的不多，破碗管够。你赖多久，我就给你续多久的茶。300年没人跟他说慢慢来，8次科举没人跟我说慢慢来。慢慢来这3个字，我们好像都不记得怎么说了。明天崇明肯定还要来。来就来吧，来就来吧，反正茶水管够。谁啊？茶水间还没开门呢。要是崇明的话，你过半个时辰再来，我还没洗脸。崇明不来，你文曲星爷爷来了。听说你拿我的批注把崇明那小子怼回去了，干得好，爷爷请你喝酒。文曲星大人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您不是应该在醉仙阁喝酒吗？这么找我，我这儿只有茶。茶就茶，茶清醒。爷爷，我3天没喝醉了，今天清醒得很。我就是来看看那个敢拿我批注吓唬考核司主的长卷小长什么样。就长这样，瘦的、穷的、没睡醒的。您看到了就回去继续喝酒吧，别耽误我收拾茶杯。妙啊！多少年了没工了，人说话这么不客气。你小子跟我当年一德行，难怪你翻我的档案注比我自己记得还清楚。大人，您这个笑法，容忍你把隔壁的崇明招来。您要是被我连累了，被说是茶水间同党，那我可不负责兜着您。小子，你听好了，崇明的人我比他师傅还了解。你今天能律法堵他的嘴，明天他就敢改律法。你要赶在他改之前把事儿办了。我知道他要改律法没那么快，但也不能等。我需要一份考核司内部的错漏记录，您能在醉仙阁帮我打听到吗？臣考核司司主明弹劾掌卷官轻吴，此人妖言重获底层小仙，致使织女坊产量骤降30%，恳请陛下严惩。产量降30%，织女坊那边怎么说？朕要听的是一面之词，还是两边都要听？崇明，你的人来了吗？轻吴已在殿外候着。陛下若允，臣即刻传他上殿。臣有足够证据证明此人就是这场混乱的源头。传。别在门口耗着了，朕今日早朝已经多做了1炷香。你们考核司的案子能不能利索点儿？臣轻吴奉诏上殿。织女坊产量降了不假，但臣想问一句，降的是产量还是人寿？这2个词您分得清吗？产量和人数有什么区别？人数少了，产量自然降。你这就是在抠字眼。陛下面前容不得你耍这种文人的把戏。那臣想问，织女坊编制是36人，为何只剩7人在织？36人只剩7个。崇明，你呈报的织女坊名册上写的可是满编。朕问你，那29个去哪儿了？各坊名册有坊主提报，臣只负责汇送数据，实际在岗人数，臣确实没有逐坊核查过，这是臣失职。陛下，臣这里有织女坊300年的考勤摘录，29人是逐年累倒的，不是1天没的。崇明神君不知道，是因为没人告诉他。呈上来。轻吴继续说。崇明，你听着就好，等竹简看完再问你的话。谢陛下。臣还想请一个人上殿作证。织女坊现役织女素和今日也在殿外候着。她一个人在这300年间织了672匹云锦。672匹，一个人。传他上殿。朕想看看织了300年的手长什么样。崇明，你也看看。织女坊织女素和叩见陛下。这双缠布的手是300年织机磨出来的，那29个姐妹也是这样磨没的。你手伸出来看看，那29个是怎么磨没的？你一个一个说。朕的时间今天都给你，你慢慢讲。第一个累的织女叫春兰，她倒下前那晚织了14个时辰，第2天就再没起来。织女坊报上来的永然是满编半勤，臣是失察了。神君不知道，因为你的考核只看数字，数字不会喊累，数字不会手疼，数字也不会死在织机前头，活人会。陛下，您说对不对？
你知不知道36个人只剩7个站着的时候，躺和司在做什么？你们在给那29个躺着的人发俸禄。臣确实多年未曾实地核查在岗人数，臣失职失察，请陛下降罪。神君请起，陛下还没开口定您的罪，您先跪了反而不合适。臣今天请您上殿，不是为了看您下跪的。你不求陛下治我的罪，你今天上殿闹这么大，不就为了推倒我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推倒一个崇明，还有下一个崇明。臣想推翻的是那套将36位活生的人只是个30个冰冷数字的刻板规制，并非针对您本人。推倒规矩？你一个9品掌卷仙官，好大的口气！那你告诉朕，你想拿什么来换这条规矩？臣拿8字跟陛下换，各展所长，因材施教，不强求同一把尺子量所有人。你再说一遍，这8个字是谁教你说的？你从哪里听来的？这是臣在凡间时一位青袍老道临终前说的原话。他说，到了上面，如果有人问你想要什么，你就说这8个字。青袍老道，他是不是左眉有颗黑痣，说话时爱捻胡子？他是不是自称论道司主？是，左眉黑痣，爱捻胡子，称呼自己论道司主。陛下怎么会知道？他跟陛下是什么关系？他是师父，1000年前被朕亲手贬入凡间4府。你说的离开天界对朕说的最后一句话。您从未提过您有师父。论道司，臣入职考核司300余年，从未听说过天界有过论道司这个衙门。你没听过，是因为下令封存了论道司所有档案。朕亲手将自己的师父逐出天界后，便让这段历史彻底消失了。您不服他哪句话？是他说的各展所长，还是他说的因材施教？您当年到底为什么赶他走？论道司就是陕阳天庭一切考核制度的，朕府嫌他老派，赶走他后立了绩效考核。这1000年的账，朕难辞其咎。所以他被贬入凡间后，还念着天界的事。他临终前把那8个字传给了我，是让我替他回来接着说。这就是他选我的原因。他当年说差急功近利，朕把他赶走，就是为了证明朕比他强。可现在朕比谁都清楚，朕差他远了。所以，青武，你今天在殿上做的一切，是因为你师父的师父1000年前就做过同样的事，你们这一脉相承。一脉相承算不上，我只是恰好接住了他丢下来的种子。今天他在该发芽的地方发了芽。你说的对，我维护那套规矩是因我是他的受益者，但我现在知道了，那套规矩吃人，吃的不只是织女。钟明，你回去把考核司300年的账目重新清一遍，实发多少，实到多少，差额去了哪儿，朕要一笔不漏。青武，你帮着他清。我帮他清？陛下，您是想让考核司司主和茶水间档案员做一间屋干活？您确定这不是在罚他，顺便捎上我？我不会在档案室跟你动手。今天之后，我要是再看不懂你这个人，那我这几百年就白活了。你爱在茶水间待多久待多久。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比先帝下旨还管用。我帮你清账，但茶水间的茶你得自己带，我俸禄少，买不起第2户。8字科举没遇到的事，在这间茶水间办成。师傅，你托梦的时候也没告诉你徒弟是先帝啊，你太看得起我了。所以你是说，崇明神君现在每天都来茶水间找你喝茶，他也躺平了，还是他准备把你拉回卷的那边去？他没躺平，也没拉我卷，他就是天天拎着一壶好茶来蹭我的罪位，说是交流清账心底，其实嫌他衙门太冷清了。你瓜子分他一半，下次。他之前扣我功德，扣的我连内裤都带当掉了，现在跟我和平堂使相，扣我的要付钱的。玄龟，你又跟谁急呢？来尝尝烤的饼，今天烤的，闲下来试了个新方子，比上次的松软。你们俩别吵了，趁热吃。等，不过真香。素和姐已经不开手艺、不开店的可惜了，等哪天茶水间扩个炉子，肯定比织女房赚得多。织摊子就不必了，我现在每天织自己想织的布，烤自己想烤的饼。1个月前这茶水间只有我一个，现在烤饼的、咖子的、拎酒壶的，还有微服私访的都来了。素和，你说
我是不是该收门票？青武，今天清账发现个事，3年前仙库有笔账对不上，酒是带给你喝的，不是给你的谢礼，是让你熬夜帮我查档案。神君您还自带酒水啊？那您这算不算也是茶水间编外成员了？要不要给您也安排一个固定座位？你管好你徒弟的嘴，说正事。那笔账牵涉到先帝师傅当年在任时的旧档，文曲星让你去档案室翻他私藏的底稿。文曲星的私藏底稿，那可比我这个茶水间精彩多了。他藏东西的地方连你自己酒后都找不着，你确定他清醒的时候说了地址？他说他藏在了论道司旧址第3块地砖下面。论道司在哪儿？只有你师傅的徒弟，就是陛下知道。你得去问陛下。所以你们要去问先帝要论道司旧址的钥匙，那可是他自己封存的地方。你们开口之前想好怎么说了吗？这不像去茶水间随便坐坐吗？想好了。他要是不给，我就说他师傅把8个字传给我的时候还附了一句话。什么附话？你之前怎么没提过？你身上到底还藏了多少信息？这话是不是也能用在清账上面？就告诉他，论道司第3块砖下面除了压了他当年写的第1份检讨书，陛下就会给了。先帝写过检讨书，青哥你哪是档案管理员啊，你是仙界总局局长，我笑得肚子疼了。